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也常听人说，糖尿病人啊，甜的一口都不能碰？有些人一得糖尿病，马上戒糖、戒水果、戒一切带甜味的东西，连过年吃一块年糕，饭后咬一口苹果都要提心吊胆，结果搞得生活没滋味，心情也不好。但您知道吗？医生其实从来没有说糖尿病人必须完全戒掉所有甜味，真正的问题不在甜不甜，而在怎么吃，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最常误会的一个问题：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甜？如果能，怎么吃才不会让血糖乱飙？我们也会带您认清楚，哪一些是可以安心吃的天然甜，哪一些其实是升糖陷阱披着无糖的外衣。只要您听懂了这些甜味，你也可以吃得心安又自在。很多人一听说自己得了糖尿病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啊，我以后都不能吃甜的了，好像只要嘴巴碰到一点糖分，血糖就会马上飙上去，身体就会出问题。但医生告诉我们，这种观念其实太极端了。糖尿病的重点从来就不是什么都不能吃，而是学会吃对的量，吃对的时间，吃对的种类。我们生活中吃到的糖其实分很多种，像白糖、砂糖、糖浆，这些是我们熟悉的添加糖，而水果、牛奶甚至米饭、面条里也都藏着天然糖分。这些虽然吃起来不甜，进到身体之后也一样会转化成葡萄糖。所以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嘴巴尝到的甜，而是整餐饮食中有没有太多容易升糖的内容。例如，如果一顿饭只吃白饭、炸鸡块和甜饮料，没有青菜，没有蛋白质，也没有膳食纤维，那血糖当然一下子就冲上去了。但如果是吃一点点甜水果，配上一颗水煮蛋，或者配些坚果和绿叶菜，那升糖的速度就会变慢很多。胰岛素也能慢慢把糖分处理掉，血糖自然就稳了。其实很多营养师都说，比起一口不吃，更重要的是搭配着吃，计划着吃。有的人吃了一小块黑巧克力，心情好，饭也吃得更有节制，反而比什么都不吃还更容易控制血糖。我们不是要大家把甜食当成主食天天吃，而是想告诉您，只要方法对，搭配好，糖尿病人也可以安心享受一点点甜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不同的甜对身体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影响。天然甜味和加工糖分，它们的差别其实比您想的还要大。我们生活中吃到的甜其实不都是一样的，有些甜是天然存在的，就像水果里的果糖、牛奶里的乳糖，而另一些甜是后来加进去的，比如砂糖、果葡糖浆、麦芽糖、甜味剂，这些它们就属于加工糖分。这两种糖在身体里的表现其实差很多。天然糖分，像从新鲜水果或全谷类里摄取的糖，通常都包裹在膳食纤维和水分当中，进入身体之后释放的比较慢，血糖上升也比较缓和。而加工糖分就不同了，它们是被提炼过的，几乎没有任何营养成分，也不需要消化，进到身体里几分钟内就会让血糖飙高。尤其像一些甜饮料、蛋糕、果酱、炼乳、糖果，这些甜得很明显的食品，往往一口下去就像在身体里丢了一颗糖蛋，让胰岛素措手不及。很多人说，我明明没有吃很多，怎么血糖还是飙上去？结果一查，早餐喝了一杯加糖的豆浆，下午吃了2颗蜜饯，晚餐后又喝了点罐头汤，这些加工糖分全都加起来，血糖自然降不下来。还有一些甜是藏在咸味食物里的，比如超市买的酱料、火腿，甚至某些面包，吃起来不甜，但看成分表，第一项就写着高果糖糖浆或葡萄糖。这些隐藏的糖更容易让人吃下去却没察觉，悄悄地影响着血糖控制。所以在控糖饮食中，我们不只是要注意有没有吃甜，更要看吃的这个甜是天然来的还是加工加进去的。能选天然的就选天然的，能不加糖的就尽量选原味。医生常说一句话，糖不是不能碰，但加进来的糖
真的能少就少，而包在自然食物里的糖，只要搭配合理，其实也没那么可怕。那说到天然糖，最多人关心的就是水果。很多糖友问，水果到底能不能吃？如果能，该怎么吃才不怕升糖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讲一讲。很多糖尿病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，就是不敢吃水果。一听说自己血糖高，就立刻把香蕉、葡萄、西瓜，甚至苹果都从家里清光，连超市水果区都绕着走。但其实，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敌人，只要吃得对，它反而能成为营养的好帮手。水果里除了天然果糖之外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。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，适量吃水果可以帮助通便、保护血管，还能补充抗氧化物质，对预防并发症、提升整体代谢都是有好处的。所以重点不是吃不吃，而是吃什么、吃多少、怎么吃。医生普遍建议，糖尿病人每天可以吃1到2份水果，分开时间吃，控制分量和种类，这样最安全。所谓1份，大概就是半个拳头大的量，比如半个苹果、1小串葡萄、半根香蕉，或者半碗木瓜丁。有些水果升糖速度比较快，比如西瓜、龙眼、荔枝、菠萝，这些就要控制次数和分量。而像苹果、梨、柚子、蓝莓、草莓、番石榴，这些纤维含量高，升糖慢，就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。不过，就算是这些推荐水果，也不能空腹吃，最好安排在餐后2小时左右，或者搭配一些坚果、无糖豆浆，让糖分吸收得更慢，血糖也就不会一下子升太高。有些人习惯把水果打成果汁或冰沙，这种吃法医生是不太建议的，因为果汁打碎后纤维被破坏了，糖分一下子就被吸收进去，血糖升得比直接吃水果还快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有些水果像蜜枣、葡萄干、香蕉干这类干果看起来小小一块，但其实糖分浓缩得很高，吃一小把就等于吃了好几份水果，血糖控制会很吃力。所以糖尿病人吃水果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吃得聪明，吃得稳妥。别听信水果不能碰的极端说法，也别觉得天然的就没事，关键在于搭配和分量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另一种很多人觉得能吃的选择，无糖食品和代糖。这些吃起来没甜味负担，但真的安全吗？有没有隐藏风险？在超市里，很多食品包装上会大大写着无糖，糖尿病是用这样的字样，不少糖友一看到就觉得可以放心吃，甚至觉得这些食品专门为自己设计的，结果一不小心就吃过量了。但您知道吗？所谓无糖食品，其实只是没有添加这糖，它可能还是含有其他的碳水化合物，甚至某些加工淀粉，照样会转化成葡萄糖，照样会升血糖。比如无糖饼干、无糖豆奶、无糖面包，这些虽然没加砂糖，但里面的面粉、奶粉、植物油等成分还是可能让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升高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些所谓的无糖食品会加入代糖，也就是甜味剂，来模拟出吃甜的感觉。常见的代糖有阿斯巴甜、3氯蔗糖、甜菊糖、赤藓糖醇等等。这些代糖的确不含热量，不会像蔗糖那样直接升血糖，但如果吃得太频繁，用量过多，有时候反而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和味觉，让人越吃越想吃，甚至影响身体对真正糖分的判断。更有些研究发现，长期大量摄取代糖可能会扰乱肠道菌群，让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，反而不利于长期的血糖控制。还有一点，代糖虽然甜，但不会提供饱足感。有些人喝了一杯无糖饮料，嘴巴是满足了，可身体没有真的吃饱，结果没多久就饿了，反而在下一餐吃得更多，造成血糖波动更大。所以医生建议我们，无糖食品可以吃，但不能当成绿色通行证，要看清楚包装上的营养标签，看看它是不是仍然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或其他容易升糖的成分。代糖也可以适量使用，
但不能每天当成甜味来源的主力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：无糖零升糖，代糖完全安全。如果真的想吃点甜，又怕血糖乱，我们不妨学几招聪明的吃法，既能满足口欲，又能稳住血糖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教您一些实用的小技巧，帮您吃得巧，不吃亏。很多糖友其实并不是贪吃，而是嘴巴想要一点滋味，特别是饭后，习惯想来点甜的。如果一味强忍，反而容易情绪低落，饮食失控。那有没有办法，既能满足口欲，又不让血糖乱飙呢？当然有，只要掌握几个简单的技巧，糖尿病人也可以吃得有味道，没压力。第一个方法就是甜味藏在组合里吃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想吃点水果，不要空腹吃一大块西瓜，而是选择苹果或番石榴，切一小块，配几颗坚果或者一小杯无糖豆浆。这样搭配，不但糖分释放得慢，还能增加饱足感，避免餐后血糖快速上升。第二个方法是选对时间吃甜的，一般建议把想吃的小甜点安排在运动后或者餐后2个小时左右，这时候身体的血糖比较稳定，代谢比较活跃，甜味带来的波动也相对较小。有些人喜欢下午3点来一口低糖黑巧克力，配一杯热茶，不但满足了口欲，血糖也控制得不错。第三个方法就是自己动手做健康甜点，比如用无糖豆奶加点蒸南瓜，做成简单的豆香南瓜羹，或者用奇异果切片搭配低脂原味优格，做成天然的水果杯。这些做法简单，材料天然，比外面卖的无糖点心更安心，也更合适自己调控。第四个技巧其实是心理上的调整，享受一小口不如压抑一整天。如果真的很想吃某种甜食，比如亲人生日的蛋糕，不妨小小切一口，细细的咀嚼，慢慢的享受。重点是吃的专心，不贪量，也不内疚，这样不仅减少了心理压力，反而更容易坚持长期的饮食控制。最后，记住一句话，控糖不是禁甜，而是会吃。只要掌握好时机、分量和搭配方法，您一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。那我们就来做个温和的收尾吧，把今天的重点再一起梳理一遍。亲爱的朋友，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甜？说到底，真正的答案不是绝对不行，也不是想吃就吃，而是要学会挑，懂得搭，适量吃。我们今天聊了6个重点，您还记得吗？第一，糖尿病不是低糖不沾，而是控制糖分总量与摄取方式。第二，天然甜味释放慢，加工糖分升糖快，区别非常大。第三，水果可以吃，但要选对种类，分量要控制，搭配要讲究。第四，无糖食品不等于无升糖，代糖也不能放肆吃。第五，有技巧的满足口欲，比一味压抑更有助于长期控糖。第六，只要搭配得好，吃得聪明，甜味也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很多人一听糖尿病就以为生活从此没有滋味了，但其实只要观念正确，做出调整，您一样可以吃得开心，血糖也照样稳稳的。如果您听到这里也有一些自己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。您平常是怎么控制对甜食的渴望？有没有什么安心吃甜的方式推荐给大家？您的经验也许正能帮到另一位刚开始控糖的朋友。如果您还没看上一集血糖总降不下来，这5个生活细节你可能忽略了，欢迎点开看看，也许您就是因为漏掉了其中某一项，血糖才一直不稳定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一集非常实用的内容，糖尿病人3种常见药物差在哪？医生用生活方式比喻一讲就懂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引领智慧，一起把健康生活过得更轻松、更踏实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